叶晨回到汤臣一品时，萧长坤正在跟马兰拌嘴，他拿着存放孟长生画像的圆筒刚进门，就听见萧长坤抱怨道：你说你一天天的啥也不干，连个早饭也不做，不做饭就不做饭吧，你点餐多点一份也行啊，你自己点完吃饱喝足了，连根毛也没给我剩，我这还着急去协会呢，你总不能让我饿着肚子去啊。马兰底气十足地说道：没听说吗？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你怎么不早起做饭给我吃呢？还让我给你做饭，想的倒是挺美。再说了，点餐不花钱啊，你要是一个月给我个10万8万零花，我一天3顿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萧长坤气恼地说道：你真是掉钱眼儿里去了你。说罢迈步便往外走，正出客厅，便见叶晨进来，连忙开口问道：好女婿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叶晨笑道：客户那边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，就赶紧赶回来了。说着，叶晨主动问他：对了吧，你们书画协会那个书画展搞得怎么样了？萧长坤叹了口气，有些郁闷地说道：书画展这不是还在筹备吗？咱们金陵的文化部门也非常支持，不少帮助，协会的成员也都找了一些优秀画作，现在已经敲定的展品数量已经有300多件了。叶晨笑道：那挺好啊，怎么看你愁眉苦脸的？萧长坤郁闷地说道：我愁是因为人家都能找到好作品，就我找不到啊。他们在这行混的时间久了，多少都认识一些藏家，说点好话就能借些作品过来参展，我两眼一抹黑，借也不知道找谁借啊。我之前去找张二毛，那张二毛现在也不倒腾字画了，专心干宰人的买卖，一块破木头卖好几百万，比你妈还财迷。除了他，我也不认识什么其他门路了。说到这里，萧长坤一脸不爽地埋怨道：最可恨的就是那些协会成员，我找不到作品也就算了，他们每找到一幅作品，都约定好了似的，拿来让我来点评，其中有不少都是明末清初金陵画派画家的作品，可是金陵画派又不出名，我连他们代表人物是谁都还没整得太清楚，这一上手点评难免露怯。这几天陆续闹了不少笑话。马兰这时候从餐厅走了出来，嘲讽道：萧长坤，要我说你这人就没点自知之明，你懂个屁的古玩字画啊，就敢舔着脸进书画协会，你这不就是标准的滥竽充数吗？以前大家一起合奏，显不出你这个水货来，现在让你这个水货出来点评，你不露馅还奇了怪了。萧长坤被马兰戳中软肋，白了他一眼，气恼地说道：马兰，我跟好女婿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吃饱了撑的吧？马兰撇撇嘴：是啊，我就是吃饱了撑的，谁让我刚吃完饭呢？怎么的，你有意见？萧长坤不耐烦地挥挥手：哪凉快哪待着去，懒得理你。马兰不屑地讥讽道：懒不懒得理我无所谓，倒是你这个常务副会长的位子怕是待不久了，人家为什么都找你点评？肯定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水货，想赶紧让你原形毕露。萧长坤脸色更是难看，急忙拉了拉叶晨的衣摆，低声道：好女婿，咱们外面说去。叶晨笑着点了点头，跟着萧长坤来到院子里。萧长坤一脸愁容地对叶晨说道：好女婿，爸现在的情况属实是有点被动啊，现在协会里面风言风语很多，不少人说我没什么真才实学，能当这个2把手的常务副会长，全靠裴会长一人力挺，说我是关系户，现在搞得裴会长那里也很被动。说着，萧长坤压低声音继续说道：裴会长昨天找我吃了个饭，隐晦地点了我几句，那意思是最近找他提意见的人太多了，一个个的都想弹劾我，要是我再拿不出什么东西来，实在是有些难以服众。叶晨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爸，这个好办，刚好我这次去给客户看风水，见我那客户家里不少画作，正好你们书画协会不是要搞书画展吗？我就问他能不能借几幅画给你们。萧长坤一听这话，激动地问道：好女婿，你那客户咋说的啊？愿意借咱们吗？叶晨道：我那客户身份特殊，很多藏品不太方便拿出来展览，不过他还是很够意思的，知道我岳父要办画展，就特地拿出一幅画，说是要捐给这次书画展。
说完，叶晨将手中的妆画的话筒递给了萧长坤。萧长坤惊讶地问：“要捐一幅画给书画展？什么画啊？”叶晨随口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这幅画还挺神秘的，没有作家落款，也没有印章，只有一段题字，你打开看看。”萧长坤心下一喜，连忙接过话筒，将那幅孟长生的画像从里面抽了出来，顾不得进屋去看。萧长坤直接将画轴展开，拿在手里惊叹不已地说道：“我去，这画的可真棒啊！”叶晨挑了挑眉，好奇地问道：“爸，您说说这幅画具体棒在哪儿？”萧长坤咂着嘴说道：“你要让我说，我还真说不出个4、5、6来。我就是觉得这画的画工很好，写实派，而且绝对是咱们国画领域少有的写实派。你看这小老头儿让他画的，跟他妈真的似的。而且这小老头儿往这大石头块上一站，还真有点舍我其谁的意思，画的真他妈好。”叶晨一下子有些哭笑不得，没想到老丈人这点评如此接地气，这要是让孟长生本人听见，怕是再强的道心也让他气个够呛。这时萧长坤看了看这画上的字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孟生，字长明，长安人，生于大唐麟德元年。”说着他忽然瞪大眼睛，脱口道：“哎呦卧槽，这画上的老头是唐朝人，那这意思是不是说这画也是唐朝人画的？”叶晨笑道：“说不定吧，不过画家也没留下姓名和时间，你就姑且当他是唐朝的画吧。”萧长坤喜上眉梢，脱口道：“唐朝的画家，那得1000多年了，而且画的还这么好，这要是拿到书画展上去，那还了得？”叶晨耸耸肩膀，笑道：“关键这画上也没个落款，就算是唐朝画家的画，也没法找出实际的创作者。这种画在书画市场很难卖上价格，估计也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波澜。”萧长坤倒管他呢，画得好，又是唐朝的，这就很厉害了。就算掀不起太大的波澜，起码也算帮我完成书画协会的绩效考核了。说罢，他连忙问叶晨：“好女婿，那这幅画我就拿走了？”叶晨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“爸，要是有人问起你这幅画，你就说这是你从一个记不清样貌的人手里捡漏买来的。至于捡漏的过程，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，随便吹，随便砍，只要别脱离中心思想，怎么吹嘘都没问题。”萧长坤诧异地问：“好女婿，我直接说成是我朋友给的，或者说是我自己的藏品，那不是更有面子吗？”叶晨认真道：“爸，别人不认识这幅画，我那客户认得啊。回头人家要是知道你拿人家的画出去吹牛，估计会埋怨我的。你要是按我说的办，人家知道咱们是为了保护人家的隐私，不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心里也会舒坦一点。”萧长坤有些悻悻，感叹道：“好吧，那就按你说的来。”叶晨微微一笑，伸手搭着他的胳膊，认真道：“爸，你千万别忘了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幅画就是你捡漏买来的，而且就是在汤臣一品门口有个记不清相貌的人拦住你，硬要以100块钱的价格卖给你的。”说罢，一丝灵气渡入萧长坤脑中，悄悄给他施加了一道心理暗示，只有当别人问起这幅画的来历时，才会激发这道心理暗示。萧长坤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此时的内心深处已然被种下了种子。叶晨笑着问他：“爸，你手上这幅画哪来的？”萧长坤眉飞色舞地脱口道：“捡漏捡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好女婿，要不是我慧眼识珠，这幅画至今还被藏在另一幅假画底下呢。当时在古玩街，有人拿着一幅假的名人字画像忽悠我，我眼睛多毒啊，怎么能上这个破当？当时我就随便上手一磨，就发现那张画不对劲，它比一般的画都厚。当时我就猜出来这里面暗藏其他玄机，所以我就假装上当，用5000块钱把那幅假画买了回来。回来之后，我就把那幅画从边上这么一撕，结果里面竟然藏着这幅唐朝的佳作。叶晨暗暗啧舌，心说自己这个老丈人吹牛的本事真是天生的，不过他要的就是萧长坤这种浑然天成的表现。他相信吴飞燕不敢查这张画的背景，但不敢排除自己这个老丈人自己在外瞎胡说，继而传到吴飞燕那里，
所以谨慎起见，便给萧长坤做了这个特殊的心理暗示。见老丈人已经完全入了戏，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看来老丈人不但记住了自己的心理暗示，还记住自己让他随便吹嘘的嘱咐。他知道此刻在萧长坤的内心深处，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这幅画就是他自己捡漏捡来的，但是自己又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完全是走了狗屎运，所以自己必须得编造一个传奇点的故事，来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，来让自己显得有面子。于是叶晨便故意试探性地问道：爸，跟自己家人还这么吹嘘，是不是过分了？你摸着良心说句心里话，这幅画到底怎么来的？萧长坤嘿嘿一笑，说道：还是我好女婿了解我，一眼就看出我在吹牛。说着，萧长坤神秘兮兮地说道：爸，也不瞒你，这画确实是我捡漏买来的，只是没我刚才说的那么玄乎。就是我昨天出门，有个家伙在咱们汤臣一品门口拦住我，非要卖这幅画给我，而且开价才100块钱。我觉得这画不错，就算是现代作品也不止100块啦，这不是摆明了送便宜给我占吗？所以我就买下来了。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笑道：行了吧，你赶紧去书画协会找找场子吧，再不高调一点，你这个常务副会长估计是真干不下去了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